作為50年代美軍航空領域的老大哥，星式 F-104戰鬥機從挑戰2倍音速的壯舉，再到2萬米高空的跳升，它的身影幾乎定義了冷戰初期對極限性能的極致追求。人們稱它為人類第一架載人導彈。它有着針尖般修長的身軀和薄如菜刀、短小到近乎消失的機翼。它是天才設計師凱蒂·約翰遜為了速度而向物理極限發起的挑戰。但在那凛冽的金屬外殼之下，卻隱藏着航空史上最血腥的悖論。在西德，它是讓飛行員談之色變的飛行棺材；在五角大樓，它是引發多國政壇地震的贿赂醜聞主角；而在鐵幕的另一邊，蘇聯人則打造出了它纏鬥半身的宿敵，被稱為空中巴拉萊卡的米格21雨渦。這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設計路線，而一枚追求極致直線速度的美式長釘，與一把磨礪於消耗戰邏輯的蘇制匕首，在2萬米高空的时代對撞。F-104和米格21在南亞天空的那場硬核碰撞，不僅是人類歷史上首次2倍音速戰機的真實交鋒，更是2個超級大國2種戰場生存法則在冷戰高空上的終極較量。那麼在這場速度與機動的博弈中，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空中之王？而在那驚人的墜毀數據背後，又隱藏着怎樣的政治黑幕？我是火力軍，今天就讓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深度拆解 F-104與米格212倍音速的對決大戰。在聊這款傳奇戰機之前，我們必須先撕開航空史上最陰暗的一角——洛克希德賄賂案。這不僅是一場商業競爭，更是一場精心編織的跨越國界的貪婪黑幕。在50年代的隱秘航線裡，洛克希德公司為了推銷 F-104，開啟了瘋狂的金元外交，單筆行賄金額就高達數百萬美元。從西德的權錢交易到荷蘭王室的政治地震，甚至日本政壇的集體倒台，洛克希德用一筆筆骯髒的現金買通了政客與將軍們的靈魂，讓他們在還沒搞清楚這款飛機是否適應歐洲低空環境時，就迫不及待地簽下了巨額訂單。洛克希德通過賄賂掩蓋了 F-104昂貴的維護成本，以及他對歐洲簡陋機場的不適應。金錢左右了決策，他直觀地展示了 F-104 服役史中最荒誕的一幕：一筆筆骯髒的政治現金，最終換回的是一架架墜毀在草地上的昂貴殘骸。但這恰恰證明了 F-104 那種不可抗拒的魔力。即便背負着金錢的陰影，即便墜毀率曾令人膽寒，全球20多個國家依然對其趨之若鶩。為什麼？因為在那個狂熱的冷戰初期，只有 F-104 能給飛行員提供那種超越時代的極致的性能誘惑。這種魅力大到讓政客不惜賭上職業生涯，讓空軍將領不惜冒着墜機風險，也要把這枚銀色長釘帶回祖國的領空。這就是 F-104，一款即便在黑幕下依然光芒萬丈的性能怪獸。而洛克希德之所以敢行贿，是因為他們手裡握着這張足以讓任何空軍将領賭上性命的技術王牌。我們的目光必須投向那個對物理極限極度偏執的時代。在抽鈾工廠，凱蒂·約翰遜正在瘋狂地挑戰航空教科書。在這裡，傳統的機翼理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為了追求極低的風阻和超音速性能， F-104 的機翼短小到近乎消失，邊緣更是薄如鋒利的菜刀。而這種極致減阻的設計也帶來了一個技術代名詞 BIOC 邊界層控制系統。由於機翼太小，升力嚴重不足，它必須依靠發動機引出的高壓空氣吹向襟翼，人为的制造升力。這意味着一旦發動機熄火， BIOC 系統失效，這架戰機瞬間失去所有升力，變成一塊從天而降的鐵塊。更意味着它那台能夠發出狼嚎聲的 G79 渦噴發動機，在賦予飛行員極致推力的同時，只要稍有故障，就會將他們帶向死神的懷抱。面對這份極度偏執的技術考卷，美軍和盟友們得出了一個複雜的結論：這款飛機不是為了飛行而生，而是為了衝鋒。於是載人導彈的傳奇就此誕生。既然選擇了極致，那麼第一個被顛覆的就是對飛行安全那套保守的認知。在過去，一款截击機的安全性是其能服役的基本前提，但 F-104 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速度制勝。這背後是一套極其偏執的工程邏輯，導致飛行員坐在狹窄的座艙裡，感受到的不是舒適，而是被塞進導彈頭部的生理壓迫感。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就是說，與其為了平庸的安全性去妥協哪怕1%的飛行速度，還不如用最極端的手段拿出一架能飛到2馬赫，或許讓飛行員難以駕馭的純粹的機器。因為在那個時代，誰能飛得更高更快，誰就掌握了話語權。雖然它並不完美，但它能快速升空，並在高空俯瞰地球的曲線。最關鍵的是，它能讓飛行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掌控感。這就類似一種追求極致輸出的自殺式賽車模式。
只要速度足夠快，風險可以被遺忘。現在這種模式就被刻在了 F-104 的骨子裡。那麼這種挑戰究竟有多難？我們來看一下 F-104 的服役表現。在西德空軍，這款劫機機遭遇了最尷尬的錯位使用。而注意，它是本為2萬米高空而生，但西德空軍卻強行要求它在氣流動盪、雲層密布的北歐去執行低空高速的对地突防任務。一位老練的飛行員曾這樣形容在那裡的飞行感受：你不是在開飛機，你是在騎着一枚隨時可能爆炸的火箭。各位請注意這個細節， F-104 的小機翼在高空是天才的神作，但在低空，它對空氣擾動的敏感和極其有限的修正空間，讓它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喪命機器。而早期的 AB 型號為了避開那道高聳的梯形尾翼，甚至採取了向下彈射的設計，目的只有一個，確保飛行員在彈射時不會被自己的尾翼切成2半。但在低空失事時向下彈射，无異於直接向死神報到。而西德空軍的悲劇正是這種設計缺陷與錯位使用的產物。在這種不屬於它的戰場上， F-104 的小機翼對擾動極度敏感。西德空軍共損失了292架戰機，損失率突破了驚人的 30%， 導致100多名飛行員犧牲。這種恐怖的墜毀頻率讓它在民間留下了寡婦製造機的惡名。性能的極致解決的是能否追上的問題，而運用的邏輯解決的則是能否生存的問題。F-104 在意大利空軍手中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命運。意大利人創造了極高的安全服役記錄，原因很簡單，他們讓 F-104 回歸了本質，主要作為高空劫機機使用，而不是像西德那樣強行去鑽低空的死角。這種回歸常識的運用，配合意大利人嚴苛的維護體系，讓 F-104 進化到了最終形態 F-104S。它增加了掛載點，換裝了更強的動力，甚至獲得了發射麻雀、半主動雷達制導導彈的能力，證明了這架載人導彈在正確的角色定位下，依然是守護領空的屏障。而 F-104 的設計理念在後来也深刻影響了2代機向3代機的跨越，比如後來的 F-16， 那種追求高推重比和极簡機動布局的精神，在 F-104 的犧牲中積累了最寶貴的能量機動數據。這種遺產確保了 F-104 永遠不會被遺忘，它將是一個可以被後世反復復盤和反思的坐標。而擁有了這樣一種戰鬥精神之後，星式戰機在史詩中的角色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它不再僅僅是一架只會直線衝鋒的載人導彈，它成了高空高速攔截戰術的燈塔。它留下的吹氣襟翼技術，它的自動拋棄副油箱邏輯，都深深地啟發了後來的設計師。他雖然已經退役，但他就像一個移動的戰場教官，時刻提醒着後輩，速度是把双刃劍。他的核心價值從單純的擊落敵機，演變成了探索極限、積累數據，並引導整個航空工業去向更理性的方向去發展。在那個追求極限的時代， F-104 並不孤單，它的宿敵是蘇聯打造的空中巴拉萊卡米格21雨渦。米格21的設計理念是典型的蘇式實用主義，它採用了穩固的三角翼布局，這意味着它在追求2倍音速的同時，保留了更多的回旋餘地。它不需要精密的電子設備，不需要嬌生慣養的跑道，它就像是一把磨礪於消耗戰邏輯的素質匕首，追求的是規模與韌性的平衡。在南亞天空的那場真實空戰中，米格21確實展現了三角翼在格鬥中的靈巧。它利用跨音速區的機動性，試圖在近身肉搏中尋找機會。這種抗揍且高性價比的設計，確實讓米格21成為了橫跨半個世紀的頂梁柱。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局部的格鬥拉回到整個航空史的技術高度，你會發現米格21的這種平衡本質上是對平庸的妥協。米格21是一把好用的工具，但 F-104 卻是一座技術的燈塔。F-104 追求的不是好用，而是絕對領先。如果說米格21是前線空中力量的壓艙石，那麼 F-104 則是為後代戰機如 F-16 試探出了超音速空戰的物理邊界。F-104 不僅贏在了深度與精神，在那場速度與高度的終極博弈中， F-104 始終是那個引領人類突破2倍音速寂靜的孤傲先行者。當我們討論 F-104 和米格21的空戰時，往往忽略了現代空戰中一個最核心的底層邏輯——能量機動性。米格21靠着三角翼確實在近身肉搏中換來了寶貴的瞬時盤旋能力，但這種靈巧是有代價的。大後掠角的三角翼像是一把巨大的減速板，只要你開始剧烈轉彎，速度就會像高山滾石一樣不可控的流失。而在 F-104 的世界裡，能量就是一切。它那對薄如菜刀的小翼雖然無法提供華麗的機動動作，卻能保證它在高速飛行時擁有極低的誘導阻力。這意味着 F-104 可以利用 G79 發動機的狂暴推力，在戰場上玩一場猫捉老鼠的遊戲。我打得着你，你卻追不上我。這種一擊脫離的博弈，其實正是後來3代機能量制勝理論的雛形。
這意味着米格21的靈巧更多是一種被迫的最後的自衛手段，而 F-104 的直線衝鋒則是主動的对戰場節奏的絕对統治。他不屑于和你纏鬥，因為它存在的意義就是用2倍音速的雷霆在對手反應過來之前就結束戰鬥。這種對能量高度的絕對崇拜，讓他在戰術層面上始終站在比米格更先進的維度。如果說服役期間的惡名讓 F-104 顯得有些悲情，那麼在他職業生涯的末尾，他所完成的那些跨界挑戰則徹底洗刷了他的委屈，並將其推向了神作的寶座。你知道嗎？在航天飛機時代開啟之前， NASA 的宇航員們就是駕駛着改裝後的 NF-104A 去模擬那種從宇宙邊緣重返大氣層的恐怖降落。為了挑戰更高的高度，工程師在它的尾部加裝了火箭發動機，讓這枚載人導彈真的冲向了3萬米以上的平流层頂端。在那裡，天空已經變成了深邃的黑色，空氣稀薄到仅已完全失效。宇航員必須依靠噴氣反作用系統來控制姿態，這已經不是在開飛機，而是在駕駛載人飛船。這種極端的任務，全世界只有 F-104 能夠勝任，因為它那追求極致的設計，讓它在空氣動力學的邊緣依然能保持一種脆弱但驚人的平衡。它不僅是冷戰的戰士，更是人類征服太空的階梯。當最後一代星式飛行員拉起操縱桿，最後一次聽那狼嚎聲響徹雲霄時，他們知道自己駕駛的不僅僅是一件武器，而是一個時代的信仰。F-104 用它那遍布全球的殘骸鋪就了後輩走向完美的道路，又用它那劃破黑障的身影留下了屬於星式的最後榮光。這份純粹近乎到自殺的執着，才是他在航空史上永恆不滅的靈魂。回顧這段屬於星式的峥嵘歲月，它不僅僅是一架戰鬥機，更是人類在冷戰巔峰向物理法則發起的一場悲壯遠征。雖然他曾背負爭議，也曾經歷磨難，但不可否認的是 F-104 才是那個真正劃破迷霧、直指蒼穹的矛尖。他用那對薄如菜刀的機翼和針尖般利銳的機身，向世界定義了何為極致的速度，何為純粹的追求。如果沒有這種對極限的偏執，如果沒有這種敢於把自己塞進載人導彈的勇氣，人類航空工業或許永遠無法打破那道名為平庸的牆。他留下的每一份數據，每一段狼嚎，都成了後輩跨越巔峰的階梯，照亮了未來的空戰之路。當這尊往日的霸主如今靜靜地躺在博物館的燈光下時，那凛冽的金屬質感和銳利的線條依然散發着一種超越時代的致命的美感。他無聲地宣告着，平庸者可以贏得生存，但唯有偏執者才能刻下傳奇。如果你是那個時代的飛行員，面對那座狹窄、狂暴卻又充滿英雄主義色彩的座艙，你是否也有勇氣跨入那枚銀色的場釘，去感受2倍音速下靈魂與速度合二為一的戰力？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對這顆蒼穹之星的敬意。我是火力軍，帶你領略暴力美學背後的硬核邏輯。我們下期再見。